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和神秘的话题——命理学。所谓命理学，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姓名，甚至是长相这些初始信息，运用一套复杂的理论体系来推测一个人的性格、人际关系，甚至是整个人生的运行轨迹。比如中国传统的四柱八字和紫微斗数，再比如西方的占星术等等。虽然方法各异，但核心逻辑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寻找命运的源代码。最近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就向我分享了他最近研究命理学的经历。他开始分析自己和身边人的生辰八字，还找了几位算命师。一方面，他感觉到许多结论准确地让他头皮发麻。比如算命师认为他的状态是土多金埋，就是说他容易被忽视和埋没，甚至遭人轻视。于是他联想到了自己在职场中被忽视。再比如算命师分析了他某一年的财运会很好，然后他果然在那一年收入很不错，赚到了一笔原先认为赚不到的钱。算命师还基于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分析了他的同事与恋爱对象的八字，这让他对那些令他心力交瘁的人际矛盾感到豁然开朗。这些巧妙的吻合让他感到开心，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和焦虑，因为命理师同样算出来，他晚年的命运会非常糟糕，比早年还要糟糕，甚至说他在71岁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坎需要熬过去。这让他陷入了很大的不安，如果好运是真的，那么厄运是不是也注定会发生？我的人生真的被写在一段无法修改的程序里吗？那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以八字为例，从一个哲学的角度来聊聊我对各种命理学的看法。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呢，我想表明我的观点，我对于各种命理学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每当朋友找我探讨他们的八字或星盘，我不觉得那是迷信，而是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确实从中获得了心理支撑和正向反馈。虽然我也并不懂占星或八字，但我自己也是有一套关于命运和预测未来的神秘理念的。我相信每个人的精神深处其实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些信念，这是我们试图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的人生的一种本能的尝试。但我认为，当下很多人对命理学的认同方式是存在隐患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套理论本身准不准，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更倾向于把命理学看作一种个人情绪投射的对象。一个好的命理师，他的角色其实与其说是一个预言家，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深谙人性的心理医生。大家可以把命理学想象成心理治疗中的沙盘游戏，那些模棱两可的抽象概念和符号，其实就是沙盘里的道具，他没有说得很明白，恰恰也是方便了我们投射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好的命理师能从你对命运的解读中敏锐地捕捉到你内心的焦虑、不安、期待或是逃避。他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这套话语体系，引导你去觉察那些被掩盖的真实感受，最终将你引向对自由意志的更深刻的觉察，而不是让一个人陷入宿命论的恐慌之中。关于命运，我们容易想到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那些神谕总是模棱两可的，不把话说清楚的。最著名的一个神谕就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预言。俄狄浦斯知道后，为了逃避这个命运，他就离开了他自以为的父亲，但结果却在路上失手打死了一个人。后来他来到另一个城邦，被人民拥戴为国王，娶了前国王的遗孀。后来他才知道，那个被打死的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他娶的是他的亲生母亲。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宿命论的故事，认为人怎么挣扎都逃不开命运，但这一切其实与俄狄浦斯的人性弱点有很大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神在操纵他的意志。当他听到了这个神谕，他只是逃离了那个命运的外部环境，却没有考虑他自身性格的权力欲和暴躁，
结果反而阴差阳错地实现了这个命运。然而，当真相大白后，俄狄浦斯最终还是选择勇敢地承担了这一切。在西方文化看来，命运虽然看似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但它落到了这个人的头上，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人的人格内部。人不能总是用命运推脱自己的责任。你面对命运时的反应，恰恰定义了你是谁。这并不是在合理化人与人命运的不平等。人在刚开始的确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人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种命运。比如，同样是遭遇了不幸和创伤，有的人选择把这种痛苦施加给了更弱小的人，而有的人则选择了努力跳出这种轮回。这不同的回应方式，恰恰体现了一个人的真实人格。然而，一旦我们把命理看成一种类似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结论，或者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这就有一种危险。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预定感和宿命感，会觉得自己丧失了自由意志，仿佛有一股外在的力量在冷酷地支配自己。当然，在中国社会，许多行业都容易滋生一种强化等级制度和个人崇拜的氛围。这种倾向在命理学、身心灵领域尤为泛滥，甚至在学院派心理学中，你也能看到这种人。他们热衷于扮演绝对的权威、导师和专家，习惯于以一种自大的口气去断言别人的命运，利用来访者的心理弱点进行打压、操控、剥削，甚至是精神虐待。但是，任何剥夺你主体性，让你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和无法怀疑的理论，无论它是玄学还是哲学，不论它是官方的宗教还是民间的宗教，本质上都是在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看到命理师对着生辰八字进行逻辑推演，采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这是一套严谨的知识系统，它有一系列的公式，有复杂的逻辑嵌套。这种公式化的表象，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秩序和确定性的渴望。但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所指出的，知识只能发生在现象界、经验世界，也就是那些能被我们的感官接收，并能被空间、时间以及因果性等范畴所处理的对象。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而命理学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声称能预知未来，但它拒绝定量化。它告诉你84岁有一个坎，但这个坎究竟是身体上的病痛、财务上的损失，还是仅仅是一场情绪的波动？它无法具体，更无法量化。而当一个概念拒绝被具体化，拒绝被经验证明时，它在逻辑上就变成了一个物自体，或者说自在之物。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命理学利用了这一点，他把命运描述为一个躲在现实背后的不可触碰的本质。因为它不呈现在具体的时空坐标里，它就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被证伪的抽象概念。它就像一个黑箱，无论你发生了什么现实，它都能用那套抽象的语言把它圆回来。因为命理学所采用的术语都是高度模糊化的，比如克、坎、冲、埋、杀等等，它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意思，非常方便语义滑坡。比如克这个字的含义是约束和控制，正官被视为是能够克一个人的存在，但克的效果取决于你本身是身旺还是身弱。如果你是身旺的，那么克这个字就意味着自律，对自己冲动的约束以及拥有世俗成就；而如果你是身弱的，那么克就被解释为压迫、自卑、疾病、灾难、官司等等。但这几乎涵盖了人所能遇到的各种好事和坏事了。这非常容易引起所谓的巴纳姆效应，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十分模糊、笼统的性格描述时，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些描述精准地揭示了自己的独特性。拿那位朋友的经历来说，命理师告诉他，他的命格是土多金埋或者土重金埋，就是土太多了，金子就被埋住了。这意味着容易被忽视和轻视。然后当事人联想到自己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事实上觉得自己被低估了。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在现代社会，
我们都或多或少体验过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自己的价值和潜力没有被他人看见。只要你拿着放大镜去寻找，你总能在过往的人生中找到很多类似的事件。而当你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就会感到这一切说得太准了。那聊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 Anthony， 既然你觉得命理学不可证伪、不科学，那它是不是就是没有意义的呢？我想说，不科学、不可证伪绝对不等同于错误。科学的边界是非常窄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最珍贵、最核心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爱、正义，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再比如人的自由意志，都是不可证伪的。用可证伪性来衡量人的信仰和精神世界是非常肤浅和狭隘的。因此，我并不想纠结于命理学到底算得准不准。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系统预设了怎样的一套前提条件和框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一个算命师怎样预测你的命运，这里都潜在地蕴含着一套基本假设和模型。而我们要审视的正是这些一以贯之的预设。首先是我认为它预设了一种平衡论或者守恒论的人性模型。他认为人的性情是需要被平衡的，就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正官克身。有朋友可能会问，正官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说，正官代表的就是法律、规矩、领导、长辈以及他们的象征物。这里其实隐含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之所以变好，是因为外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约束你、修剪你，你需要被外部力量约束。他预设了一个身旺的人，如果不被权威给压制一下，就会冲动、破坏规矩。这是一种权威主义的视角。当然，他也认为不能压制一个人太过了。如果外部权威给的压力太大，那这个人可能就陷入自卑和无助。所以要取得平衡，但不论如何，他都把人视为一种机器设备，就像调节参数一样，最后使这个人的性情达到平衡。然而，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他律而非自律。这相当于把人看成一个简单的机械了，你需要保持它的各项参数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说到克制或者约束，我并不是说人就不需要任何约束。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恰到好处的挫折和必要的碰壁，他会感到这个世界和他人不是自己能为所欲为的。但是这种约束要对一个人起到正面的作用，离不开理性、对话与反思。只有伴随着反思的挫折，才可能被我们内化为自己的理性，从而发展出自律。在这种情况下，约束是通往自由的阶梯。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让我们的理性去约束自己的任性和冲动。如果没有这些，而只有纯粹的挫折和打击，那么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加听话和服从。然而，在命理学的这种平衡论框架下，这种对约束的区分完全消失了。在正官克身的这种逻辑里，它似乎预设了一个非常粗糙的前提，只要是来自外部权威的约束，就是好的。他不关心这种约束的方式是否合理，不关心这种打击是否存在羞辱或不公。他唯一的关注点在于，你的个性太强了，所以需要被修理；你的精力太旺盛了，所以需要被消耗。而判断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主观看法，而非当事人自身的心理状态。它模糊了建立在理性和平等之上的约束与粗暴且非理性的打击之间的本质区别。假如一个人的能量太强，那么他在职场上遭受霸凌，或者在社会中遭遇不公正，这些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修剪和锻炼，是训练一个人的心性。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刚才我们聊到了平衡论，其实在这种平衡论背后，八字命理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预设。他认为一个事件的好坏性质是确定且不可改变的。在命理学看来，事件的性质往往是黑白分明的。发财、升官、考上名校是吉；生病、经济损失、考试落榜是凶。但真实的生活远比这种二元论要复杂得多。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命理学也会讲因祸得福，也会讲福和祸的互相转化，也不是总让人认命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老人丢了一匹马，邻居们都来同情他，替他惋惜，他却说，这也可能是件好事啊。后来那匹马竟然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更高大的骏马，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但他表示这也可能是坏事。结果他的儿子非常喜欢那匹骏马，有一天掉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又来安慰他，他再次反驳了邻居。后来边疆发生了战争，许多年轻人都被抢征入伍，死在战场上，而他的儿子因为腿摔断了，反而躲过了征兵并活了下来。这个故事在中国非常有名，表达一种命运深不可测的意思。但在这故事里，这位老人和他的儿子命运的起伏全靠外部环境的随机碰撞，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进化，只是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到来。而这种命运的转化更像是一种会计账本上的加减法，它所谓的福和祸完全处在世俗利益的坐标系内，比如金钱、职位、健康等等。如果你丢了一笔钱，那么就算你后面又赚到了一笔更大的，丢钱仍然毫无疑问是祸，只不过是福气倚靠在这个祸之上，这就是所谓的祸兮福所伏。在这个账本里，丢掉的钱永远是负值，它只是被后来的正值给抵消了。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他承认了人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但好运和厄运本身仍然是被预定好的。在这里，人仍然是一个被动的受体，他预设了你只能在好运中享受，在厄运中忍受，或者通过某些技术手段去减轻厄运，但它反映不出一个人的内在增长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初中生在入学考试时没有考上学校的重点班，他非常难受，觉得自己遭受了失败。然而事后他发现，重点班的老师管教方式更加死板和高压，自己到了那里可能更抑郁，反而是在普通的班级里，自己感觉更轻松，学习能力也发挥得更好。后来他的成绩反而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他领悟到了高压逼出来的成绩是不可持续的，真正重要的是宽松包容的学习氛围，这个领悟本身就比第一名要更重要。再比如，有些人一直沉浸在工作中很多年，某一天因为身体的停摆，他不得不住2周的医院，结果在这期间，他终于能停下来反思自己的人生，甚至在医院结识了新的朋友，产生了对生命更为深刻的觉悟，甚至改变了他接下来几十年的活法。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件的性质从来不是在它发生的瞬间就被锁死的，事件本身是中性的质料，而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给这些质料赋予灵魂。即使在世俗意义上，它未必增加我们的财富和职位，但它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更可控和自由。通过积极的培养自我意识，当事人不是因祸得福，而是完全把祸的性质给改写了。而随着他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也就越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这种内在变量，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意识或者自我同一性等等。一个坚持反思、保持觉醒的人，他的自我同一性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他也就越能对他的外部世界和外部遭遇赋予意义。这种自我同一性就会成为他命运的核心变量。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增长，只是单纯的讨论不同年龄段的运势起伏，这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如果一个理论只关心健康、财富和职位，却从不讨论或者关注主体的成长，那么它默认的理想人生其实是非常空洞的。在这种体系下，只要一个人在财富和事业上不断上升，就一定是好事。当然，财富、职位和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事物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当事人所赋予的意义。比如，一个人忍受和牺牲枯燥乏味的职场环境换来的高收入的工作，和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热爱但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工作，
我们显然是不能以财富和职位的高低来粗暴地评判这两个人哪个更好运一些。或许第一类人可能某一天突然病倒了，或者情绪爆发，做了一些破坏性的事情，在命理学看来，这就是因为他太顺利了，太骄傲了，得意忘形，所以需要被命运惩罚一下。但当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并非因为当事人那么骄傲和得意，更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长期在这份工作中感到压抑和枯竭，他的真实自我一直处在阴影之中，因而他本身就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想要打碎这种生活。那种疯狂背后恰恰是极度的虚弱。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当然，这两种视角在中西哲学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起源，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吧。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